别看了，本都要被你看穿了。我得好好珍藏起来。不过真没想到，我们俩第一次合照，竟然是在结婚证上。哎，对了，我正想问你呢。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，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是在我5岁的生日宴上。我回家翻相册，发现你那天根本就没在啊。后来我问我爸，我爸说那天你生病了。你是不是忘了？啊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咱现在把照片补上。行啊。要不我拿吧。低一点，往下一点。啊，这样。哎，金先生，以后我们两个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呢？你想好了吗？知府怎么样？知府是芝芝的芝。对，福是大福的福。我觉得知府不仅能缅怀我的母亲，还能见证咱们的爱情。挺好的。那余生就多多指教了。走吧。走。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这么神秘啊！这是一个惊喜，把眼睛闭上，转过去。怎么还不让我看呢？让你看了，那还能叫惊喜吗？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惊喜。走吧。走。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是不是远在天边的你来不及去寻寻觅觅，忘记了多久的光景，听老树发这个就是你送我的惊喜。对，这是我送你的许愿树。这上面是许愿牌吗？那你有没有写愿望？没写呢。我想的是，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，愿望会越来越多，咱们都写到上面去。这上面一共有521个许愿牌，我们以后有什么愿望，就都写在上面，咱们努力一一实现。等一下，我曾经因为无知，无数次被人骗，抛弃了他们剩下的心情。我很难再相信别人，也因为这个，差点错过了你。但是还好我们现在在一起了，我很幸福。我希望在你送我的这棵许愿树上，写下我们一起的愿望，然后我们一起实现它。我也希望
我们能一直走很远很远，一起走下去。一定会的。来尝尝这个新茶啊，刚刚倒的。叶董啊，今天怎么有空请我喝茶呀？你跟老宋家，你们两家喜结连理，这么大事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到时候是不是连我的喜酒都没有啊？放心，请柬都给你备好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请喝茶。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事儿挺纳闷的啊。按道理说，这老宋不应该穿着明白装糊涂啊。他怎么会把他女儿许配给你们家白奸了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当年您太太设计的那枚戒指，跟老宋家那条荷尔蒙斯的项链，用的是同一种原石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我想老纪你也早就知道了吧？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联姻是假的。你真正的目的是应该报当年那个仇吧？哎，这个毕竟啊，夫人当年的意外确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打击，所以我想你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难道你们群星集团就没有在觊觎老宋的群星珠宝吗？叶董，都这么熟了，没必要绕弯子，有话直说。老纪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嗨，我就是做个善意的提醒。有些东西呀，不该你惦记的。那我就谢谢叶董的好意了。不过我秦云雷看上的东西，不会轻易放手。叶董啊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哎，再喝一杯啊！不过我秦云雷看上的东西，不会轻易放手。群星集团筹备上市之际，子公司群星珠宝却被爆出已是空壳公司的消息，这是否会影响到群星集团的上市之路，是目前广大股民和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则资讯。哎呦，宋总终于来了，大家伙都在等你，赶紧坐吧。老宋最近气色不错呀，啊，看来是喜事连连呐。还不都是叶董大力助攻的结果？哦，这里还有我的功劳呢。要我当着这么多老朋友的面儿，那么直白的把话都说出来吗？宋总，只要有证据，您但说无妨。嘿，不过老宋啊，我觉得你不顾集团的利益，把群星珠宝变成一具空壳，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分了。董事会今天找你来，也是希望你把这件事呢说清楚。还不清楚吗？明明是你在背后做局，让群星珠宝的资金链断裂，然后又假装好人，愿意给群星珠宝注资。谁不知道你的狼子野心，意欲何为？宋山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！今天当着各个董事的面，你给我说清楚！
林总别生气，大家先散了吧，会先开到这儿。叶太平，你机关算尽，结果又怎么样？弄巧成拙不说，还促成了群星珠宝跟季红集团的合作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现在已经不叫群星珠宝了，现在叫知福珠宝。老宋，你女儿芝芝，她知不知道季白坚的妈妈的死跟你有关啊？叶太平，我劝你不要乱说话，有些话说出来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好，那我就祝你们宋家跟季红集团合作愉快。好，那我就祝群星集团早日上市。谢谢。这种情况，什么办东西？齐云雷这一招死里抽筋玩的确实高明，也怪我疏忽大意，打乱了您的计划。关叔啊，你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乱我计划了吧？啊？爸，回来了，结婚证领到了。来，看看。好。新公司的准备工作我也安排下去了。白健啊，这次干得漂亮啊！你母亲的仇终于可以报了。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我无数次在梦里见到你母亲当年离开时候的痛苦模样。她告诉我要替她报仇。她说，当年如果不是宋山的话，到现在我们还是一家人，整整齐齐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这叫你母亲在天上也能安心了。谢谢你，儿子。没事，我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好。想当年，是谁陪你走过了这些风风雨雨？又是谁陪你度过了这些寂寞、空虚、难耐的夜晚？自从有了宋之之，我成第三者，你连正眼看都不看我。你这样我可走了啊！你明天不是都要结婚了吗？我不是逗你高兴的吗？不过冷静，这些年一路走过来，确实不容易。别人不知道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好久了，今天必须要告诉你。你这人吧，
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个缺点，太重感情。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啊，我是说这样憋屈的只有你自己。就拿你和技术的事来说，你有你的目的，他也能够帮到你，帮他等于帮你自己。但是兄弟就提醒你一点，千万不要被这些仇恨压垮了。这我们生活当中不是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吗？我希望你活得轻松一点儿。自从你跟芝芝在一起之后啊，你整个人都变了。但是我感觉你心里可是倍感煎熬啊！你想把你所有的计划全盘向芝芝托出，但是你又怕季叔不高兴。兄弟，咱做事啊要为自己考虑考虑。你能把嘴闭上吗？行，我不说。但是，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，只有你自己能决定。我也挺感谢芝芝，有她陪在你身边，就希望我兄弟永远幸福，永远快乐，永远被爱。也祝你幸福。老纪，新婚快乐！爸，今天你辛苦了。有啥辛苦的？我就你这个宝贝女儿，你的婚事我肯定要亲自操办。啊，对了，之言跟他的导师去欧洲采风了，请不下来假，他不敢跟你说，怕你生他的气，让我转告你，说下次回来一定给你赔罪。去欧洲啦？看来他的摄影之路发展的还是挺顺的嘛。还有你奶奶的身体，医生说不能受刺激。你结婚这事儿，我没敢跟她说。没事儿，爸，等婚后我和白坚我们一起去看奶奶。芝芝啊，爸年纪大了，人老了就总爱想以前的事儿。你妈走得早，爸爸以前整天忙着工作，每天就盼着你们啊早点长大，早点独立。可是你们真长大了，你弟弟在国外，你又马上要嫁人了，我这心里头啊，还真有点失落。想起小时候啊，我每次下班回来啊，你们俩就围着我转啊，叽叽喳喳，吵吵闹闹，有时候把我给烦的呀。现在想起来啊，真是其乐融融啊。行了，你们都长大了，也都有自己的生活了。我的宝贝女儿要嫁人了，以后这个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我这心里头，爸，我只是嫁人了，又不是以后不回来了。等我和白坚结婚之后，我们一定常回来看你，别嫌我们烦就行了。芝芝啊，爸问你，白坚对你是真心的吗？爸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？也没什么，我就你这一个宝贝女儿，我马上就要亲手
把你交给另一个男人，舍不得呀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你担心白坚跟我在一起，跟我结婚是有目的的，你担心我们两个的婚姻会变成商业的牺牲品，你担心他对我不好，给不了我幸福。爸，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怀疑过他，也刻意跟他保持了距离。我们两个恢复婚约，我也是有我的目的的。我希望他能帮我们群星珠宝。可是后来我发现白坚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从他救了之言，差点搭上了自己的命，再到后面股东大会上，他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我，为了支持我。再后来，他陪我去看奶奶，跟我讲了很多真心的话，我感受到的都是真心。他给了我很多安全感。爸，我相信他能给我幸福。就好。芝芝啊，你真是长大了，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。爸爸相信你有你的判断，也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。既然你选择了白坚，那我也相信他，相信他会让你幸福。你明天呢就要结婚了，夫妻之间以后难免磕磕碰碰，以后你不能再任性了啊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要是真受了委屈，要是被欺负了，就跟爸爸说，爸爸是你永远的坚强后盾。怎么还有10个小时？睡觉。才过了1分钟。睡了吗？还没有。喂。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就睡着了，
被你给打起来了。行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哦，那你也是，晚安。支持。啊。我爱你。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呀？晚安。今天加油哦！你先休息会儿啊。好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小心点。子明哥，我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平时穿再高的鞋也不会摔啊。你呀，就是太紧张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会是最幸福的人。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新娘。看这边。哎呀，好一个意气风发新郎官啊！怎么样，歪没歪？特别正。哎呦，这前2天这是谁呀？愁眉苦脸的，怎么跟今天镜头里的人不一样了？老纪，高兴一点，再高兴一点。咱们走吧。走，我跟你说，别紧张，这事儿1回生2回熟。来姐，爸，今天是属于你的大日子，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利。好。请到场的各位宾客就座。季拜坚先生与宋芝芝女士的婚礼即将开始。接下来呢，就有请我们的新郎入场。只剩下一个曾经和你的对话 ，Baby 别了吗？也没差，存在一个梦境。请
今天呢，非常荣幸能够受邀主持季白坚先生与宋芝芝女士的婚礼。那么此刻呢，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新郎，你现在紧张吗？说实话，紧张。仪式快开始了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哦，一会儿有提示音，你按照流程出来就可以了啊。嗯。进。从此刻开始就不关心，耳朵没有在意，想要的安静，努力为谁改变，笑着哭着埋怨，也就是我该学会的满足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伤害了我的次数，所谓的真心付出，也许是我已麻木。说真的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是偏离了路，纵然是在为谁哭，哭输给